1991年3月，卡普空在街机平台上推出了《快打旋风2》。这款游戏被许多人视为现代对战格斗游戏的鼻祖，对格斗游戏这个类型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本期就来聊聊 SF2 是如何开发的。由于《快打旋风》初代的对战在海外非常受欢迎，所以卡普空美国要求日方尽快制作一款继承对战玩法的续作。可因为种种原因，续作变成了 Final Fight。不过在开发完成后不久，团队成员立刻就进入了《快打旋风2》的开发。得益于 Final Fight 的极度成功， SF2 的开发资金充裕，而开发团队也在冈本吉起的示意下独立出来，给予他们很高的开发自由度。在保留跳跃和1对1对战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游戏性成为开发的主要目标。虽然初代早期版本是使用压杆式按键，不过后来推出过少量普通按键的6键版。在2代开发期间，也有准备过6键版的压杆按键，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没有得到应用。卡普空为本作调动了许多开发人员，游戏的容量也提升至6兆。除了角色数量的增加，动作设计上也比起 Final Fight 更加丰富。仅在图像素材的制作上就耗时近1年，加上程序员和游戏设计师们对游戏进行调整等工作，总开发时长超过1年。最终，《快打旋风2》取得了远超 Final Fight 的成绩。走在开发阶段，大家就确信本作一定会热卖，这不是毫无缘由的自信。当时西谷亮前往美国考察，看到陌生人在街机厅热闹的互动，因此确定本作突出对战的特点。所以游戏的成功并不是巧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市场调研后取得的成果。在游戏上市初期，大多玩家都喜欢进行单人游戏。随着时间的推进，与陌生人的对战逐渐成为主流。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街机专门制 Gamist 大力宣传对战的乐趣。除了带给玩家全新的体验，也让游戏厅的收益大大提升，翻台率比过去的游戏类型高出不少。快打旋风的初代是由西山龙之带领的第2企划室开发，而开发本作的西谷亮、安田朗等人隶属于冈本吉起的第3企划室。第3企划室的室长冈本吉起于1981年以设计师的身份进入科乐美，当时科乐美还是一家只有80名职员的公司。他与之后一同进入卡普空的藤原德郎是科乐美时期的同事，除了制作游戏，还负责过许多科乐美周边产品的插图绘制。虽然在科乐美的表现不错，可后来发现公司对待不同职员的待遇差距太大，让他萌生了换公司的想法。不过被科乐美的上司得知后，打算以惩戒免职的名义将他辞退。好在后来经过协商，改为自主离职，自此离开工作了3年的科乐美。因为卡普空社长石本宪三表示，希望能把游戏开发交给你们负责，于是与同事一同前往。到了公司才发现只有7名职员，甚至7人当中没有1个是开发人员。虽然有其他待遇很好的公司向他发出过邀请，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卡普空。冈本吉起于1984年正式进入卡普空，之后成为第3企划室的负责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西山龙志即将离开，所以上层决定第3企划室的西谷亮等人开发续作，也就是《快打旋风2》。西谷亮对初代的操作性很不满，在当时还没有厂商能完美驾驭大角色的动态，所以没有可作为参考的对象，只能自己不断摸索。因此初代游戏中角色动起来时让人觉得沉重，也算情有可原。当时负责程序的职员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 Double KO， 于是西谷亮只能带着他去街机厅，边玩游戏边为他解释。据说最初并不打算在2代中保留龙，不过考虑到前作玩家的感受，最终不仅保留了龙，连肯也保留到了本作。负责游戏中龙与肯绘制的是冈野正卫，这2名角色初期是由 SY 负责，之后改由他接手。基于安田朗的例会和 SY 制作的角色行动步伐，设计出升龙拳和波动拳的动作。因为龙和肯是 SF2 世界中标志性的角色，而且有前作 SF1 的基础，所以怪异招式都留给了其他角色。设计龙和肯的招式时，尽量保持克制。冈野正卫之后离开游戏制作，主要负责插画与手册，同时还是卡普空多款游戏 logo 的设计者。之后成立了通过插画支援游戏开发的卡普空设计室。Bungus、森七楼、石田千胜等众多插画家都在这里工作。在众多角色中，除了龙和肯之外，他们有兽人、军人、
相扑选手等关键词。确定到一定程度后，便召集像素画师一起绘制，根据大家提交的画稿来决定角色。在初期阶段，负责角色点阵图的只有4名成员。随着项目的推进，不断有新的人员加入。某天，安天朗拿着摔跤手、相扑选手、兽人的草图，让大家自己选择负责的角色。于是他们通过猜拳的方式决定。大家第一次看到相扑选手本田的 Super 头冲撞时，都有被惊到。负责的女性成员解释，因为当时只有 Super 头冲撞这几个字作为提示，为了能体现出超级感，结果就让它飞起来了。在设计角色时，所有招式都只提供原始概念和技能名称，至于具体要做成什么样子，都由像素画师自行设计。本田的早期外形更偏向于一般的相扑选手，可安天朗看后觉得脸看起来太单调，让他想办法。他想到日本歌舞伎的脸谱非常合适，于是参考了正义英雄赞的妆容。另外，本田本来只穿了一件兜裆布，也是在安天朗的指示下给腰间加上了浴衣。负责桑吉尔夫的画师是个摔跤迷，所以为角色设计了许多摔跤技，可由于容量和表现手法等因素，不得不放弃了一部分。直到 SF5 看到当年由他设计的捕捉技被加入游戏中，令他非常激动。另外，维嘉的形象也是由他设计，腿部的护具也有受 UWF-T 级护具的影响，比起现在的形象，初期的护腿感更强。在开发时，兽人布兰卡的肤色原本是粉红色，可安天朗总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经过反复调试，最终确定使用看着最顺眼的绿色作为肤色。每个角色的必杀技都是由像素画师完成后，再交给安天朗进行最终修改。例如沙盖特的 Tiger Uppercut 被提交上来时，发现居然有11帧。得益于上一座 Final Fight 容量吃紧的经验，马上就分辨出哪帧是没必要的。负责巴洛克的像素画师是在开发后期加入，当时被告知画一个西班牙忍者或者泰国忍者也行，于是他开始设计泰国忍者，不过后来又被安天朗推翻，还是改成西班牙的，而且要像北斗神拳里修罗之国中出现的角色。因为他对循环动态图的概念不太了解，可时间紧迫，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回家熬夜画了大约40到50张 Flying Barcelona Attack 的动画。第二天拿给安天朗看，结果全被否决。就这样重复了3天，每天按时下班，然后回家熬夜。后来安天朗每次画好春丽的循环动态图，都会拿给他做参考，他才慢慢理解其中的窍门。相比 SF1、SF2 中的角色特色各异，团队中的好好先生西谷亮一般都不会否决任何创意，通过他的不断引导，让大家把自己负责的角色做得更强更有趣。各成员都以制作出能让西谷亮发笑的设计为目标，所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些奇怪的设定。在确定角色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大家聚集到一起研究讨论加入什么要素，直到大家都因为搞怪有趣的设计而大笑，才算这个角色的完成。快打旋风初代的世界观比较平淡，当时他们在纠结要不要加入春丽这样一个女性角色。通常在格斗技世界第1大会中是没有女性的，加入春丽意味着游戏会变得更有趣，同时还可能吸引女性玩家。尽管当时没有明确这么想，但现在回头看，加入春丽确实让游戏更具娱乐性。另外，春丽最初的设计是穿着裤子，直到开始正式制作点阵图时，突然觉得缺少设计感，于是就将裤子改成了紧身袜。在这期间，安天朗除了绘制海报外，还要参加科长研修，导致制作春丽的时间只剩下1个多月。这也让游戏完成后的安天朗担心会不会因为角色制作时间太仓促而影响质量。不过好在发售后，春丽得到了很高的人气。最早确定春丽的容量是 2.8 兆，不负责其他角色的成员们擅自使用超出预定的容量，导致春丽的可用容量不够。安天朗只得下令让组员对自己负责人物的动画等进行削减，这才确保了春丽的可用容量。而出版春丽的声优其实是负责制作本田的女性像素画师，当时是她自告奋勇主动要求的。其实不只是春丽，游戏中所有角色都是由开发人员配音，并没有启用专业声优。在当时还没有对战格斗这个概念，作为动作游戏需要一定的游戏内容，所以设定了 BOSS 角色。虽然不是隐藏角色，但这些角色在选择画面上无法看到。原本是计划让 SF 初代的沙盖特作为最终 BOSS， 但觉得这样太单调，于是决定另外准备3名角色一同作为 BOSS 登场。
因为受某部漫画的影响，让当时的安天朗认为泰国是世界上格斗技最强的国家。正因为受到漫画影响，才会想出邪恶组织用财力建立格斗帝国的设定。春丽的登场也是基于这个设定，因为有女性角色的话，可以为硬派的内核加入一些柔软的内容进行中和。为了给他一个战斗的理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邪恶帝王的角色。现在大家都知道，春丽的形象有参考香港功夫电影，可这也让不少人对中国人的着装产生了误解。SF2 曾经推出过春丽的毛绒玩具。一次，一个员工前往中国考察，问当地人有没有像春丽这样装扮的人，结果被回呛，哪里会有这样装扮的普通人？各角色的身高等都是由七谷亮决定的，为了增加真实感与亲近感，所以设定的比较低。安天朗则觉得为了体现英雄感，角色可以更高大一些。在设计像素图时，需要注意横向的体积感，不能让角色显得太瘦，因为当时的像素并不是正方形，在电视上显示时，横向会有一定的延伸，所以要绘制正方形时，需要绘制成纵向长方形。而且当时的点阵图绘制不像现在使用鼠标，而是用键盘敲出来的，从0到 F 至6个按键，配合光标来操作。当时组员们都废寝忘食的加班工作，虽然辛苦，却都感到自己在制作一款很厉害的游戏。负责背景绘制的都是个性鲜明的成员，所以形成了多样化的背景。其中负责本田场景的也是一位女性像素画师，最初提交给安天朗的背景草图都被否决，后来实在没办法，讲到自己喜欢澡堂，于是就随意画了一张带有图标的澡堂。本想着肯定还会被否决，没想到却通过了。安天朗表示，只要场景中有富士山和图标，剩下的任他自由发挥。澡堂场景墙壁上的浮世绘人物还是以西谷亮作为模特。发展到后来，只要是遇到有澡堂的场景，都会交给他负责。另外，去做《快打旋风2》大使中无序关通关的特殊结局也是由他做的。西谷亮为游戏加入出招快速的若踢若拳，是受之前开发 Final Fight 的影响。因为在 Final Fight 的开发初期，连续挥拳时会有一定的间隔，单纯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玩起来不爽快，于是找到设计师取消了挥拳时的间隔。虽然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做到，他认为游戏中如果没有类似的爽快感，那么长时间的游戏可能会令玩家产生疲惫。游戏中双方的攻击命中对方时出现的短暂停顿，是从脱狱中学到的。当时卡普空还特意从海外购入这台基板进行研究。可以说，这些游戏的手感都源自于西谷亮自己玩游戏时的个人理解。除了打击手感，他对打击音效也非常重视，每一种声音都是经过他仔细研究后确定的。如果仅仅注重伤害值的设定，会让游戏显得很僵硬，所以他在制作时会优先考虑爽快感，这也成为他日后制作游戏时最看重的部分。西谷亮说过，正因为自己曾经是一名玩家，所以对游戏的细节非常苛刻。比如 SF2 中角色受伤后落下的轨迹，最初是经过加速度公式计算，可呈现出的效果让他不是很满意，于是就用方格纸手绘像素图调整到自己满意为止。在游戏的平衡性上，虽然希望调整到完美的程度，可当时团队的人手不够，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尽量避免出现极端的角色性能差异。不过西国亮也表示，假如把游戏的平衡性做到极致，所有角色性能都一样的话，可能会使游戏失去多样性，变得不好玩。SF2 的发售不仅确立了全新的游戏种类，也因为一个失误，让游戏界的其他厂商以较低的门槛进入这个全新赛道。当时的业务基本上都有一个叫 Beep Switch 的开关，除了调整难度等设置外，在测试模式中可以显示角色身体各部的判定框，便于调整方框的大小位置。可在游戏正式出货时，却忘了删掉这个模式，这就相当于向其他厂商公开了本作的开发方式和原理。不过往好的方面想，正是因为这次失误，造就了现在风格各异、种类繁多的格斗游戏。卡普空也在无意间促进了游戏行业的发展。在《快打旋风2》之后的众多格斗游戏中，带给西谷亮最大危机感的游戏是1993年由 SNK 推出的《噬魂》。虽然同属对战格斗游戏，但游戏性完全不同。作为一款刀剑类格斗，在砍击到敌人时有着独特的爽快感，许多方面都令他眼前一亮。想到原来还有这个方向，当时甚至还和冈本吉起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会彻底输掉。游戏中角色的后跳距离比向前跳距离稍长，
这点同样继承自上一款游戏 Final Fight。考虑到后跳是为了逃跑，为了迎合玩家心理才做出的这一调整。关于必杀技，西谷亮一直对是否允许玩家自由使用而犹豫不决，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放开限制，同时降低伤害值。在 SF2 中，只要按键，就会有256%的几率使出必杀技。这个设置一直被认为是游戏中的 bug， 其实是刻意加入的，因为担心在新西不通畅地区的玩家不知道必杀技的存在，所以才加入这个机制。西谷亮多次表示自己不喜欢为游戏制作续作，因为很容易感到厌烦。不过 SF2 出版因时间关系没有调整到令他满意的程度，便匆匆上市。虽然游戏已经发售，他仍然利用这段空白期与主程式私下继续调整，因为游戏的销量越来越好，于是就借这个机会推出了升级版的《快打旋风2 Dash》。因为觉得只做一点小改动就作为新版推出还是有点罪恶感，于是便将四天王作为玩家可选角色加入到游戏中。因为在开发初期并没有让四天王作为可操作角色的计划，所以在 SF2 Dash 开发时不得不花费时间对这4名角色进行调整。除此之外，游戏还实现了相同角色对战等要素。因为 CPS17 版性能有限，要实现同角色对战有一定难度，为此只能将背景中不必要的内容删除才得以实现。西谷亮没有参与之后《快打旋风2 Turbo》的制作，不过在刚听到这个计划时，他是强烈反对的，认为速度加快会影响游戏性。不过在实际试玩后被其速度感折服，表示玩过 Turbo 后再也回不去了。除了街机版，本作向多款家用机平台甚至个人 PC 平台进行过移植，质量参差不齐。不过在主流机种上的质量颇高，其中1992年发行的 SFC 版在全球售出了630万套。因为当时的卡普空分为家用机和街机2个团队，在 SFC 移植版的团队中，街机组的西谷亮也因冈本机器的推荐而加入开发。限于家用机容量限制，角色尺寸和发色数上有削减，角色动画也进行了简化和阉割。不过即便如此，游戏也受到了不错的评价。1994年发行的 MD 版《超级快打旋风2》则使用40兆的大容量卡带，尽可能的还原了街机版的内容。SNK 的《饿狼传说：距快打旋风2》的发售只有7个月，当时被不少人认为是模仿 SF2 的游戏。可只要是玩过快打旋风初代的玩家就会发现，饿狼传说更接近于 SF 初代。作为快打旋风初代和饿狼传说总指挥的西山龙志，在多年后的访谈中表示，假如当年自己仍然留在卡普空，那么 SF2 应该会变成饿狼传说这样的游戏。那也感叹后辈们将他首创的概念进化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快打旋风2在1994年被改编成动画电影，同年被好莱坞翻拍成真人电影，不过质量不佳。之后还发行过电影版真人影像扫描版游戏。1995年在日本被改编成電視動画。同年，美国也推出了自己的电视动画版，仍然将古德作为主角，剧情也有魔改。using it to conceal his top secret mission as leader of an elit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rime fighters known only by their code name, Street Fighter. Chun-Li. 在名为 Final Fight 的一局中，让两款游戏中的角色进行了联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槽点笑点满满。官方发行的音乐 CD 中，根据角色主场音乐填词后，邀请了多位艺人以及音乐人献唱。因为是强行加入歌词，虽然个人感觉有几首听起来比较牵强，不过其中春丽的主题歌非常好听。本作成为了游戏公司作为版权方进行跨媒体的先驱案例。其中由小原良子演唱的《爱恋心痛与坚强》作为动画电影的主题曲，
突破200万张销量，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街霸电影版动画的主题歌，世人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小室哲哉创作的名曲。在最新作《快打旋风6》中，这首歌的新编版被再次启用，作为游戏主题歌。本作的音乐是由阿部公和下村洋子负责编曲，出版 SF2 使用的是 FM 音源，之后的作品都改为 PCM 音源。当时还是新人的阿部公负责杀盖特的场景以及 Versus 画面和中途加入的音乐等。游戏中大部分的曲目是由下村洋子编写的。下村洋子在为本作角色编曲时，因为从没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所以很有压力。通过参考公司内关于民族音乐的各类资料以及个人理解，最终完成本作的音乐。和刚进入公司时的志愿是进入家用机部门，不过在前辈的建议下，进入街机部门参与作曲工作。当时卡普空有一个由公司内负责音效内容成员组成的乐队 Alpha Lyla， 以女性成员为主，下村洋子便是成员之一。1994年与索尼音乐签约，不过随着成员的离职与乐队的云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下村洋子个人非常喜欢《勇者斗恶龙3》中的《在广阔的天空飞翔》这首曲目。1993年，以想为 RPG 作曲为由，离开卡普空，进入 Square。2002年，从 Square Enix 离职后，成为自由作曲家。在这之后，除了游戏以外，还为动画、音乐剧等编写过许多曲目。快打旋风2至今保持着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1992年，日本游戏业的领头公司是泰东，年销售额为939亿日元，其次是南梦宫742亿，科乐美319亿，艾迪克斯246亿，而卡普空仅凭本作就让年销售额翻了一番，超过了800亿日元，对公司的贡献巨大，令卡普空跃升为顶级厂商之一。尽管在美国市场的本地化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还面临盗版和竞争对手的挑战，卡普空凭借《快打旋风2》等经典 IP， 如今依然在全球游戏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将继续影响未来的游戏产业发展。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搜集验证资料不易，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请点赞、订阅和转发。这里是玩大的，我们下期再见。